我还没回来，你便要睡了？我以为你今天不会回来了。我不回来，我去哪儿？你这是去哪儿了？怎么弄得这么狼狈？这东西总是喜欢掉下来。那我明日给他系一个带子，然后放在你的腰。心存一片玩具无药可医，我就对着眼边语刻骨铭心，握着你如结冰跪拜逃离，婴儿，有痛湮灭爱的专属以后不许再有其他男人。随着用力爱过的证明，让黑白世界洗涤着已被破旧的记忆。我应该庆幸，生命也还算公平，允许我深入想念的腹地。时间漫天飘零，跌入回忆缝隙，颠倒日月四季，只为能找到你。我如被重新命名，相遇也被重新定义，在昼夜之间拥抱你。黎明冉冉升起，在无尽天光里，我紧紧牵着你，像久远的曾经，迎着风越过潮汐，缠绵在无尽的海底，总是执迷途看不清。时间漫天飘零，跌入回忆缝隙，颠倒日月四季，只为能找到你。万物被重新命名，相遇也不许为男人流泪，在昼夜之间拥抱你。黎明冉冉升起，在无尽天光里，我紧紧牵着你，像久远的曾经，迎着风越过潮汐，缠绵在无尽的海底，总是执迷途看不清。下次再遇到这么危险的事，能不能带上我？指尖有毒，还好伤得不深。不必多说，退下。以后也不许为男人流泪。陛下，妍儿应该是想她姐姐了。下个月初便是婉儿的忌辰，你快去筹备吧。属下遵命。妍儿，你究竟为什么？王爷，娘娘，王爷昨晚没休息好，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妍儿，请回吧。算了，别让他看见我这样子。那就劳烦楚将军，将这个交给你家王爷。娘娘，王爷公务繁忙，以后没什么事的话，就别过来了。
楚离，给我滚进来！王爷，我错了，饶命啊，王爷！陛下，我去传太医。喂，陛下一夜未眠，为先皇后扎了数十个祈福灯，还伤了龙体，不如剩下的交给属下吧。不用，后日便是婉儿忌辰，这些灯笼还是由我亲自制作比较好。你来找我，所为何事？先皇后所中之毒，臣已经查到源头。中毒？继续说。是南境。南境？南境是南川王管辖之地，这件事会不会跟……住口！卑职只是一时心急口快，陛下息怒。都说南川王性格暴戾，动辄杀人如麻，将王法律例踩在脚下。之前不过有人在朝中弹劾他几句，回府路上就被削了脑袋。自此再也无人敢在朝中言说南境之事。说是治军严明，其实那叫独揽大权。此次陛下请他前来，就是引狼入室。南川王近日多次针对小皇子，陛下龙体欠安，不得不防啊！成儿是他侄子，他不会的。王爷，没事吧？注意！神呢？莫非封锁宫门？是。你怎么来了？这话应该我问王爷才是。来人，娘娘，辰儿呢？小殿下，小殿下刚刚明明还在这里啊，还不快去找？是。妍儿，你冷静一点。这殿内没有打斗的痕迹，也没有挣扎的痕迹，肯定是被熟人带走的。皇宫被你的南川军重重把守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，又有谁能从你的眼皮子底下带走辰儿？素颜，你怀疑我？不敢，只求王爷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就算这小子是我带走的，又将如何？
双儿睡下了。陛下，是。睡下就好。王爷，附近没什么可疑人员，只有几辆善差马车出入南门。都这个时候，有什么好送的？糟了，给我看紧寒宁宫。好。车。娘娘，小殿下失踪，我们还是告知陛下吧。不可，陛下现在的身体怎么受得住？那南川王他能去找小殿下吗？你很疼吗？很明显嘛。我给你讲故事吧。以前我生病的时候，母亲就会给我讲故事听。不听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天上本没有月亮，也没有星星，太阳一下山，大地便一片漆黑。夜幕下有座茅草屋，屋里住着男孩和女孩，他们相爱。每当男孩上山打猎，女孩都会坐在门口等他，无论多晚都等，等着男孩回来亲亲她的脸。有一天晚上，刮起了寒风，男孩真的没有回来。女孩以为男孩遭遇不测，伤心的一直哭，一直哭，眼泪一颗颗飞到了天空，变成了星星。在山里迷路的男孩看见这些星星，他跟着小星星找到了回家的路。可为时已晚，女孩因为伤心过度已经过世了。女孩死后化成了月亮，从此天上有了月亮和星星。男孩走到哪里，月亮和星星便跟到哪里。男孩再也没有迷过路。这些都是谁告诉你的？母亲跟我讲的呀。本王不是迷路了，只是累了，也休息一会儿。你最好安静一点，不然本王就把你丢到山里喂狼。还有，别学你那个小娘子，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以后你的爱人要是在山里回不来了，就荡平那座山。怎么，不怕我了？母亲说过，你是好人。那我就勉强做一回好人吧。哎，叫声爹来听听。哼，快休息。
妍儿，你究竟要瞒我到何时？陛下，妍儿，是我没有照顾好成儿。妍儿，我没有怪罪你的意思。倘若有人故意而为之，你又能如何呢？你做的已经够多了，我很感激你。妍儿，我希望你知道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很多时候，很多事，不要你一个人去扛。这画面真是伉俪情深呢。母亲，成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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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没事吧？成儿，以后不要乱跑了，不然你母妃又要担心了。母亲，成儿没事。既是如此，本王就不打扰你们一家天伦之乐了。阿远，成儿今日受惊了，你留下来陪陪他吧。你终究不是我的月亮，留下来吧。阿远，对不起。母亲，成儿别怕，母亲今天就在这儿陪着你，哪儿都不去。妍儿，我能有你，真的很安心。陛下言重了。阿远，你叫他阿渊，却始终只愿叫我陛下。陛下。妍儿，我还有公务要忙，就劳烦你帮我多照顾成儿。妍儿，我知你对我没有多少珍惜，无妨，我愿意与你为之假意，就这样一日日的过下去。哎，你说这陛下为什么还在浔阳宫守着呀？与我何干？我都是了。回来！发现浔阳宫有其他动静，给我拆了他！拆？还不快去！好吧。
陛下，南川军把旭阳宫围了。我这个弟弟还是这么沉不住气。李嬷嬷呢？陛下放心，已经安排暗卫解决了。说，陛下，臣愚钝，不知陛下此招意义何在？你有爱过一个人吗？臣不明白。倘若你爱过，那便会有软肋，就像随风飘荡的棋子，轻轻拨动，便可闻风而动，指哪儿打哪儿。既然如此，陛下不更应该促成娘娘跟南川王交好吗？怎么会？属下多言了。言儿她只能是我的，她宇文渊是不配得到言儿的爱。婵儿受苦了，是母亲不好，没有照顾好你。母亲，婵儿没有受苦，皇叔保护了婵儿，他是好人。皇叔？有人射箭，很多箭飞过来，皇叔抱着我，他受伤了，婵儿没事。他受伤了？母亲别怕，婵儿没事。我们家婵儿啊，鸿福齐天，定有高人相助，以后也不会有事的。那婵儿现在可以告诉母亲了吗？那天晚上是谁带走你的？李嬷嬷是姐姐的人，怎么会？那依婵儿所说，阿渊当时出现在旭阳宫，也并非巧合。母亲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婵儿，你今天也累了，那就早点睡。母亲改天再过来看你。来。此次南川军直入皇城平乱，却又围城。坊间必有传闻，天下之主宇文渊或将取而代之。若是如此，陛下，只是为何这么做，并不能解围城之困，也无法削弱阿渊的势力。唯一的用处便是坐实他罪名，让他难逃悠悠之口。若娘娘还是为了打探昨日本王的行踪，就请回吧。本王和娘娘还没有熟到可以交心的地步。娘娘，王爷心情不太好，要不改天吧。
对我就这么点耐心吗？娘娘今日来，是想逼本王承认绑架宇文成安一事吗？你的伤还好吗？什么？我都听成儿说了，你为了救他受了伤，所以我特意来看看你，也替成儿谢谢你这个皇叔。娘娘是贵人事多，今日过来，不只是关心本王的伤势吧？我今日来，却有一事相求。哦，说来听听。虽然本王不一定会答应。王爷既然身体已经痊愈，本宫想请王爷退兵，离开皇城，退回封地。你说什么？皇城危机已解除，南川王驻兵于此已无必要。本宫想请王爷离开皇城，退回封地。素颜，是本王这些日子太给你脸面了吧？原本请王爷来，就是解皇城危困。如今皇城已转危为安，王爷也就没有必要留在此处了。素颜，你当本王是什么人？是任你呼来喝去的宫婢，还是为你施毡的狗啊？本王堂堂大玉南川王，会听你一个妇人摆布吗？你凭什么觉得本王会让你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？王爷不想退兵，莫不是如传闻中一样，想要弑兄杀亲，夺权登殿？素颜，在你心里，我就如此不堪。你竟连半分信任都不给本王。是我看见了，你今日过来，就想调查本王的行踪，坐实本王绑架宇文成安的罪名，好帮你的宇文应人名正言顺的除掉本王，对吗？世人口口相传，南川王宇文渊狼子野心，带兵围城，逼宫皇帝，意图取而代之。人言可畏，本宫不得不防。倘若本王偏不走，偏要争这地位，素颜，你又将如何？王爷一怒可伏尸百万，本宫虽无王爷雷霆手段，但是本宫亦可血溅五步。王爷若是不信的话，大可一试。
好，说得好啊，苏颜，说得好。本王早该想到，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，更何况是5年呢？世间一切本就在变，事在变，情在变，人也在变。你变了，我也变了。好，娘娘要让本王走，我自然会走。可是苏颜，你承诺过本王的，迟迟没有给。本王这么走了，本王心有不甘。苏颜，你是想言而无信吗？言而无信又如何？宇文渊，是你自己太过懦弱，是你自己狠不下心。我给过你机会的。是本王夫人之人，自作多情，甘愿被人利用。既然如此，颜良不妨给我一次机会，好让我了无遗憾地离开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心软。爸，在本王没有改变主意之前，滚吧。既然如此，望王爷信守承诺，待上谕之后，带兵退回南京，撤出皇城。陛下，包围旭阳宫的南川军已经撤离了。言儿，陛下。是我，臣妾不知陛下突然到此。无碍，这些时日琐事繁多，让你费神了。对了，成儿呢？成儿收到惊扰，
最近连梦里都如惊弓之鸟。陛下最近还是不要再召见成儿了。妍儿，为何这样说？小小年纪，本该无忧无虑，却被迫卷入这纷争之中，成为别人争权夺利的棋子。妍儿，你此话的意思，是知晓此次行刺背后的主谋是谁吗？不知。那依你所见，此次可否协助宫中侍卫探查到行凶的主谋？若这个主谋位高权重，野心勃勃，陛下又该当如何？妍儿，你的意思是南川王？不会是南川王的。成儿是他的侄子。南川王虽然嗜血好斗，性格张扬，但是绝对不可能对他的至亲回到乡下。倘若他真的要篡权夺位，那么当他入城之时，便可杀了朕。妍儿，朕知晓你与南川王之间有嫌隙，但是陛下，臣妾并未说过幕后指使之人是南川王。陛下为何如此着急为他辩解？还是陛下想隐瞒什么？妍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陛下，你不该把成儿牵扯进来的。帝王之家，很多事情都甚是渺小，相比于江山社稷来说，好比这关上玉，手中沙，不可同日而语。你还记得姐姐的遗愿吗？你还记得成儿是你的骨肉至亲吗？朕怎么可能会忘记？但是朕是绝对不可能伤害成儿的。但是妍儿，朕倒有句话想要问问你。陛下请说。朕知晓你与南川王从小情投意合，若非婉儿的遗愿，你又怎会离他而去，进到宫中？我想问问你，你到现在有没有后悔过？哪怕就这么一次，你想要抛下现在的所有，现在的一切，回到他的身边。啊！我跟宇文渊之间，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妍儿，
我是真的很想再信你一次。可是当阿云入城以来，流言蜚语不断，真是病了，我是聋了。我自入宫以来，事事以陛下和成儿为先。无论未来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拼尽全力护陛下和成儿的平安。我问心无愧。问心无愧？倘若你当真按照婉儿的所托，你就不会怀疑朕。早前用膳时，婵儿曾告诉臣妾，她在南川王身边醒来之前，最后一个看到的人是李嬷嬷。如果臣妾没记错的话，李嬷嬷是陛下之人。倘若你所说的李嬷嬷与我所说之人是同一人，那么我也可以打消你心中的疑惑。你什么意思？早在成儿失踪之时，我便派了宫中所有人调查当日来访旭阳宫的人。1个时辰之前，他们告诉我，成儿失踪之后，李嬷嬷便杳无音信，人间蒸发，毫无任何蛛丝马迹。什么？朕以为，早在敌人攻破城之时，李嬷嬷早已被贼人收买，蛰伏至今，利用成儿激化我们兄弟2人的矛盾，让我们2人戏强，鹬蚌相争，以至于可以轻而易举的将我们一举拿下。若此事是这番解释，倒也说得通幕后之人绑架成儿的目的。可为何我语文应人，你的这番肺腑之言，究竟有几分真，几分假？燕儿，你我朝夕相处5年，你到此时此刻，还不愿意相信一次朕？喂，君王本就无情，你不相信朕，也是情理之中。但若是婉儿还在，恐怕不是这番景象。为什么成儿还记得出宫前的事？是卑职失职了，没有盯紧李嬷嬷喂药。李嬷嬷一生忠心事主，家人与其同宫，厚葬。是，卑职领命。成儿许久没有同朕用膳了，去把成儿接过来。是。
皇宫已非安全之地，成儿留在这里，只会被卷进更多危险中。不管宇文英人和宇文渊想干什么，我都该早做筹谋。娘娘，成儿呢？刚才陛下派人来旭阳宫，将小殿下接走了。那你为何不追随左右呢？陛下让奴婢在此等候，待娘娘来了，告知您小殿下的下落，以免娘娘您担心。娘娘，怎么了？无事。娘娘。宇文应人把长安带走了，娘娘也去了养居殿。苏颜，不管你要做什么，我都不会让你如愿的。去哪？看戏。看戏？住手！莹儿，母亲，陛下这是在做什么？你瞧瞧，成儿如此这般顽皮，这脸上的饭粒都沾上了，也不自知。成儿言行无状，是臣妾教导无方，陛下龙体金贵，以后这种事情还是交给臣妾来做吧。成儿如今正是顽皮的年纪，还需要妍儿多加管束，不然日后怎么能当一国之君呢？成儿不做皇帝，父皇做。成儿，你在说什么？陛下洪福7天，又有龙气相助，定会很快痊愈的。妍儿，你就不要用哄小孩那一套来哄朕了。朕的身体自己知道，反倒朕希望，当朕到那时刻，朕的兄弟阿渊能够好好照拂这位年轻的君主。陛下，成儿还小，以后莫要在他面前再说这些话了。他总会长大的，他总会知道什么叫做生死有命，什么叫做人心可贵。倘若他到了君主的位置，他便会理解朕的苦心。成儿，你父皇他需要静养，你随母亲回寒宁宫再继续吃，好不好？妍儿，不如我们一家3口就在这里一起用膳。平日里都是一人用膳，就算山珍海味，在我眼中也好比残羹冷炙。你当真忍心让我一人吃吗？陛下恕罪，成儿已经好几天没有检查功课了，实在耽误不得。改日，臣妾一定带成儿过来，陪陛下用膳。妍儿，倘若你今日不留下，那么成儿日后也吃不到了。成儿，来父皇这儿。
我们陪母亲，还有我们一家人在这边用膳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妍儿，妍儿，母亲，母亲。好，成儿，我们先在这边用膳，吃完再随母亲回宫。嗯。来，成儿，你最爱的虾仁。嗯。再吃个豆腐。嗯。真是阖家团圆的好景象。阿渊来了，既然来了，就同我们一起用膳吧。看来今日皇兄并非真心想与本王用膳，一早准备的碗筷，根本没本王的份。你我不曾一道，是真的疏忽了。小子，前几日我刚救过你，今日见了本王，为何不叫人？谁教你的礼仪？这么没规矩！皇叔。才几日不见呢，又长重了，该减减了。跟本王回军营练兵。练兵？就是指挥千军万马，驰骋沙场，收复失地，打胜仗。母亲，我想去和皇叔玩。成儿，别胡闹。成儿，成儿是太子，他有君王之道要学习。倘若与南川王同去，那势必会影响学业的。有本王在，他需要学什么治国之道？若是没了本王，大狱早就没了，更别提学什么纸上谈兵之道。你走了。南川王，你如今所作所为，莫不是想效仿先人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？皇兄不提，本王倒是忘了。今日宫中谣言四起，既如此，本王就坐实了的。你要做什么？本王不想做什么，本王只知道你想做什么，本王都不会让你如愿。燕儿，如今这般情景，你便满足了吗？陛下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以为真要害辰儿，但是你却让南川王带走辰儿。若是辰儿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如何向我儿交代？罢了，辰儿相信阿渊，
既然如此，我也希望他不会将对你我二人的不满迁怒于孩子身上。陛下说的是，但我想，比起宇文渊会给他带来的伤害，至亲之人的利用更加让人难以接受吧。臣妾告退。皇上息怒！滚！今日一事后，宇文应人和阿渊算是彻底反目了。若是没了本王，大狱早就没了。王爷到底想做什么？本王不想做什么，本王只知道你想做什么，本王都不会让你如愿。小子，是我厉害还是你师父厉害？当然是你啦。可以啊，小子，选了当年我亲手雕的木剑。皇叔过奖了，成儿很喜欢这把剑，能送给成儿吗？成儿，母亲跟你说过什么？不可随意跟他人索要东西。玩够了吗？跟我回宫。想不想要这把剑？想要这把剑，打赢我就给你。母亲，成儿想和皇叔玩。王爷想必事务繁忙，就别让成儿留在这里打扰你。娘娘，你这是又想过河拆桥吗？难道他是故意带走成儿的？成儿，你没事吧？就是屁股有点疼。孩子还小，你就不能下手轻一点吗？战场之上，生死面前，想杀他的人，可不会顾及他是一个孩子。他作为一个储君，你竟连这点苦头都舍不得给他吃。果然，慈母多败儿。还打吗？打！哎！哟！还打吗？打！小姐，皇叔，你输了。
你没事吧？娘娘这是在关心我吗？一个孩子的力气都能戳痛你，堂堂战神也不过如此吗？你个小崽子，就知道往我伤口戳。皇叔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无妨，说说看，你怎么发现我伤的？皇叔在与我比试的时候几乎不用用神，所以成儿猜。不愧是宇文应人的儿子，小小年纪就知道攻其弱，以招制敌的道理。我给你看看伤口吧。楚离，王爷，你的伤……我和皇后娘娘要说点事情，你带孩子走。成儿，你先走。悠着点。素颜，弄疼你了？没有。娘娘现在帮人疗伤，都处事不惊了。不想死就别说话。那边走。你到底是谁？你醒醒！喂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你要是敢跑，我就杀了你。真是好骗，说什么都行。别哭了，你叫什么？素颜。伤还没好，逞什么英雄？娘娘是在关心我吗？不应该是早点盼着我死，这样宇文应人就可以拿回南川的军权，解天下之困了。素颜，你疯了吗？止血呢，王爷忍着点。好了，没事我就先走了。
苏颜，你为何不信我？知道你有防人之心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但是我想说，你防着我这颗心，是否也对宇文应然这样？此事与你无关。那你要做的事情，也与我无关。我不过是想在这乱世之中，为成儿谋得一线生机。至于权力，你们要争便争，与我无关。可要是我争的，不仅仅是皇位呢？你，我这个人很贪心的，江山和美人，我全都要。贪心不足蛇吞象，王爷小心得不偿失。甘之如饴。皇叔，母亲，你连个小孩子都看不住，是他自己要找娘娘的。母亲，皇叔可好些了？托你们母子的福，还没死。皇叔说话可算数。什么？嗯，算了。谢谢皇叔。成儿，伤还没好。无妨，走，咱们出去练剑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成儿，阿渊，你别闹了。成儿，成儿小心点儿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别闹了。孟闯，你瞧瞧，他们三人是不是更像一家三口？如此看来，反倒朕像一个多余之人。陛下，娘娘跟小殿下也是无奈之举。无奈之举。眼下南川王大权在我，小殿下又被扣押做人质。娘娘这么做，也是为了保护小殿下，保护陛下呀。是啊，言儿也是为我。下去吧。是。苏颜，你为什么不信我？今日叨扰殿下了，待成儿一行，我就带他回海宁宫。你是觉得带他回海宁宫会比在本王这儿更安全吗？原来
他都知道。还是说，你自始至终没有信过我？我只是想你好好的，我不想我的心变成你的催命符。月月，你不要再动摇我了。你敢推开我试试？这次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放开你了。你说鲁国公投诚之意，几分真几分假？这鲁国公在朝中是出了名的能言善辩、墙头草，不排除他试探我们的可能。只是什么？只是城外叛军众多，他手上又有一定人马的精兵良将，若他能与我们结盟，必定利大于弊。而且信上说了，他已将自己的女儿送入宫中做人质，以表决心。鲁国公真是下了一盘大棋。他女儿怎么办？既然他要搭台唱戏，那我们就陪他演，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听紧的，有什么情况随时报。好。陛下，人到了。陛下，久违了。月儿，没曾想，你的美人计也有碰壁的一天。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，这次在进宫，一定报了那日羞辱之仇。月儿，我想你日后也再也没有机会。欺负妍儿，妍儿才是我唯一的皇后。龙床在，告诉鲁国公，叶如玉被南川王所杀。让他节哀。是。我的玉儿，我的玉儿。宇文渊，老夫一定让你
血债血偿。昨夜，孟闯约见了鲁国公，还有叶如玉死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是，孟闯他早有反心，想联合叛军，去杀了陛下？楚离啊，你还是太年轻。孟闯是朝中有名的忠臣，家族世代辅佐君王，若非宇文应人的授意，你觉得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宫见鲁国公呢？你是说他想借刀杀人，借鲁国公丧女之头，逼他狗急跳墙？为什么？我们在南境守了这么多年，杀敌无数，在皇城危难之际又率军解围，我们一心为了大玉江山，可那个狗皇帝却要置我们于死地，世间哪有这样的道理啊？楚离，楚离，飞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不是，世上都是这样的道理。不是。为人臣子，为朝君，最忌惮的就是功高盖主。不是这个道理，这是歪理。王爷你，难道您就这样认命吗？我们一心为大玉，哪里比不上那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宇文应人呢？他对我们不仁，我们为什么还要管他的君臣之道？世间多的不止卸磨杀驴的道理，还有揭竿而起、一呼百应的盛世。你说什么？王爷，民心所向，万众所归啊！楚离一定为你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住口！楚离，是谁教你这么敢说这种大逆不道、诛九族的话？我是大禹的子民，自我执剑起，我就发誓，此生我的剑绝不可能指向我的家国。可你不能坐以待毙呀，王爷。这场战争早已无法避免，这是我和宇文应人的恩怨，与言儿他们无关，不该卷入进来。今夜，你务必送岳文成安出宫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身上流的也是宇文家的血。以后嫁人别嫁读书人，不会武功，保护不了你。哦，也不能嫁，俸禄少的。王爷说了，胭脂水粉和衣裳襦裙都买不起的，
也不能抢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给你备的一伤如泉。给我的。谢谢。芝兰，等到了南境，自有南川军接应你们。局势稳定之后，我来接你。好。南川军叛乱，格杀勿论。楚离，你怕吗？怕？有什么好怕的？王爷，你知道我从来不怕死的。莽夫！等你有了想守护的人，就知道什么是害怕了。楚将军是要拦我吗？我送你。芝兰，长儿就交给你了。庶子敢尔！老夫今日要砍你头颅，将你挫骨扬灰，以为我玉儿在天之灵。蠢货果然只配当刀使。热爱白世界是地狱，被佛咒的记忆，我应该清醒，生命也还算公平。也许我深入想念的腹地，指尖有你，回忆冲击，颠倒的四季，只为能找到你。我被重新命名，相遇也被重新定义，在九月天天拥抱你。我紧紧牵着你，像久远的曾经，迎着风越过潮汐，沉湎在无尽的海底，纵使是迷途看不清，笃定结局。莹儿，你还是来了。莹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开宫门。开宫门？你可知道开宫门的结果是什么？苏颜自然知道。开宫门，意为现降。但这至少可以给宫外的南川军一丝喘息的机会。如今楚离不在，南川军队无法调离，但只需片刻，以宇文渊的本事，不管是逃兵也好，退兵也罢，
他一定有机会活下来的。倘若朕不允呢？陛下病重，我姬摄宫中事，自当有此权利。陛下放心，成儿已由南川军护送出宫，不会有事。开宫门之后，无论何种后果，我都会陪在陛下身边。燕儿，你是要拿成儿来威胁朕？我知道这样很自私，但我不能看着他死。我负过他，伤过他，还贸然去招惹他，将他卷进如此残忍的纷争之中。但只要他还活着，便能守护江山社稷，是有用的，陛下。苏也明白，我既入宫，此生与他便再不可能。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，我有这条命，报姐夫赵父之恩，报姐姐在天之灵。在生死之间，我定不会让陛下一个人面对，只求陛下应允，让他活下来。燕儿，我们朝夕相处了这么久，朕还是第一次发觉你是个性子如此刚烈之人。去把偏殿的酒拿来，我们喝一杯，就当是此生诀别。喝了酒，朕就下令开宫门，可好？谢陛下。苏颜，你究竟有多爱慕他？陛下，倘若你真的爱他，你就应该杀了朕。你知道，你送来的东西，朕从不厌妒。燕儿，你就让朕自私一回，好不好？
燕儿，当日陈王跟誉王叛军逼宫之日，你之所以应承，与其说是那封求救信，不如说是你对那个男人的信任。你以为等他来了，便可平安无虞。可是燕儿，这一次，真怕是不能让你如愿了。阿月，阿月，宇文应人，燕儿，你醒了。宇文应人，为什么他救了你？皇城城破那日，若不是他，你我早就死在叛军刀下了。而你如今却要联合叛军去杀他，宇文应人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安琪，弟弟，他是朕的弟弟，他觊觎朕的皇位，他是朕的弟弟，他染指朕的女人，他是朕的弟弟，他当初凌辱于朕，他是朕的弟弟。他如今却挟天子以令诸侯。婴儿，朕是天子，你是个凡人。你知不知道那夜为什么朕不进去旭阳宫啊？朕知道宇文渊对你情根深重，他爱而不得，他此番前来就是为了你。你求他庇佑皇城，准许他，朕必而免。你真是疯了！对，朕错了，朕没有保护好你，是朕的错。不过没关系，马上陆国公就会砍下他的人头，而朕要将他碎尸万段，来为你赔罪。不要！宇文应人，这一切都是我自己愿意的，是我欠他的，你不能杀他，他是为了守住大禹江山，不是为了我。而且陆国公为人阴险狡诈，你与他合谋，那是在与虎谋皮。如今江山未稳，朝野上下都忌惮南川军，若宇文渊出事，南川军必反。
你不能杀他。为了大玉，对，为了大玉。他是为了来抢朕的东西，他是为了抢走朕的言儿。对了，言儿，朕还是太子的时候，朕就心悦于你。可那时朕势单力薄，怎么能迎娶一名庶女？所以，朕娶了婉儿，来拉拢苏夏。可是这远远不够，单靠苏夏，朕是无法在夺嫡之战中胜出的。己方势力僵持之下，鲁国公找到我，他告诉朕，他可以帮朕登上那95之尊之位，但只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我登基之后要迎娶他的女儿为后。听殿下的意思是，愿意接受鲁国公的援手。说吧，他有什么条件？其实也没什么。鲁国公有一爱女，名如玉，仰慕殿下已久。若是殿下肯成人之美，娶国公爱女为妻，这个合作自然水到渠成。鲁国公怕不是糊涂了。本宫早已娶妻。听闻殿下的发妻苏婉抱恙多年，若是久病不治，病势加重，应该也很正常吧？殿下聪慧过人，应该能明白在下的意思。苏婉乃是我结发夫妻，她一心为我同舟共济，同甘共苦，从未行差踏错。我是绝对不可能加害于她。殿下一时的责任和一世的权柄孰轻孰重，殿下应该能权好。若是殿下执意如此，鲁国公爱女心切，只怕不会善罢甘休。殿下该知道，成大事者切忌妇人之仁。若是殿下连江山都守不住，又何谈守住发妻？何谈守住尚还年幼的小殿下？恭候殿下的好消息。婉儿她知道朕的图谋，她理解朕的选择，她爱朕，到最后，此一举的确是朕负了她。所以，我姐姐是死在你的自私虚伪之下，因为应人是你杀了她。我没有，我没有杀她。婉儿爱我，她是为我自愿而死，我也待她不薄。我以皇后之礼厚葬她，满城缟素，万人朝拜。就算是婉儿，她也不会有丝毫后悔。我姐姐她爱你入骨，为了你不顾一切，直到她临死之前，她都不敢奢求你的爱，一心只想着如何为你巩固江山。而你却利用她对你的爱，生生用他的性命为你的野心铺垫。因为应人，你当真是个疯子！我就是疯了，这就是疯了。为了你，这什么都可以做。
为了我，你不过是为了你自己的野心罢了。不，燕儿，5年之约，朕并非前2日才知晓。你什么意思？朕知道，你终究是要走的。你要去找你的少年郎。可是朕，难道真的要放你走吗？朝野动荡，叛军攻城，南川王冲冠一怒为红颜。我向南川王发了求救信，但若是8000人守不住皇城，就别怪本王灭了他九族。唯一能选的，只有如何去死，为谁死。所以，你知道他会来，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，是吗？南川王觊觎朕的地位已久，为夺权，直谏弑君。可是朕未雨绸缪，与鲁国公联手，将其捉拿，削兵夺权，将南川王斩于马下，才化全了这场夺嫡危机。燕儿，你觉得这出戏朕唱得如何呀？南境南川王重兵在握，朕便借此东风将他引来，一网打尽，断了你的念想，又解除了这一祸患，可谓一举两得。你为了一己私利，不顾百姓和将士们的性命，你为应人，你当真令人恶心。恶心？我做这所有的一切，全都是为了你。倘若这些人命债，朕有一份，你也逃不了。燕儿，朕爱你。真的是疯了！你是朕的女人，你是大玉唯一地位尊贵的皇后。你放开我！你要去哪儿？你要逃去哪儿？你要去找你的宇文渊吗？你这辈子只能在朕的身边。你是朕的女人，你哪儿都不能去。我就算死，我也不会跟你在一起。好，燕儿，你不怕死，但是你也不怕宇文渊死吗？宇文应人，你想做什么？朕站在你面前，你心里还是想着他。就算朕站在你面前，你还是想着他。5年，朕将这全天下最好的东西都给了你。宇文应人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朕顾及你的意愿，从不勉强你。然而你的心里就只有他，只有那个对你百般折辱的宇文渊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燕儿，再帮朕一次，最后一次。
阿渊，你竟然还活着，正好，来看看正为你的圣旨。你不想看？阿渊若是不想看，那朕就亲自给你念一念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南川王宇文渊日前平定皇城叛军之乱，本属有功，然此子狼子野心，贪婪狂妄，率南川军围城多日，强占国母，藐视法度，故废去宇文渊南川王封号，收回兵权，进足景成宫，听候发落。南川王，不对，罪臣宇文渊还不跪下，领旨谢恩。宇文渊，你什么意思？莫非你想抗旨不遵？本王觉得已经非常明显。宇文渊，方才你在鲁国公围剿之下，已然精力荡然无存。你以为如今的你，还可以在这重重的围剿之下全身而退吗？应人，你觉得我想过逃？宇文渊，莫非你是要坐实这叛国之罪吗？你明知道我不会背叛大禹，更不会弑君夺权，你让我死，大可赐一杯毒酒，或者命这些手下万箭齐发，你迟迟不肯动手，甚至不惜叛军攻城作为棋盘引我入局，刺激鲁国公，将我围杀。你想让我死得干干净净，与你毫无关系。如今我兵临城下，你现在百般挑衅逼迫，无非就是想再挑起战事，可以名正言顺地除掉我。若是你还为我收敛尸体，说不定还可以落一个明理贤君的名号，享誉天下。宇文应人，这大禹的江山落在你手里，真是到头了。好，好，好！宇文渊，你看透了又如何？如今这个戏台，朕已经摆好了。这出戏，无论你是想唱，还是不想唱，你都得唱下去。若本王不呢？宇文渊，朕给你准备的头筹，你必然会喜欢。你想做什么？
看来阿渊很满意嘛。渊儿，渊儿，对不起啊，这次是我连累你了。当初我收到那封没有被拦下的信，我就已经猜到这个结局了。只不过我想见你，我便来了。其实，这5年来，我一直有派眼线去南京调查你的消息。你的每一次浴血奋战，我心里都既害怕又欣慰。你的每一次出征，我都魂牵的是否平安。但好在，你终究成了年少时想成为的人，保家卫国的战神。你终究是让我安心的。我知道，我一直都知道。但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安心。朝中弹劾之词难以入耳，自古功高盖主之人总是没有什么好下场。我给你写了信，可我不知如何落名。但若是不落名的话，你定会觉得我是高高在上，才对你发号施令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可若是用苏颜的话，我既已入宫，又怎能用闺名与你书信，平白叫你多死？可要是什么都不落的话，你肯定连看都不会看的，对不对？最后那些信就没有送出去，但最后我还是连累了你。你知道吗？我有多爱慕你，你为何从来都不问我呢？你从来都只会说，苏颜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？现在说也不晚。我有多爱慕你，大抵是以为冤。下辈子就算你不愿意，我也要强嫁给你。
南川王宇文渊，拥兵自重，制夺兵权，就地正法，放箭！叶儿，你怕？只要你在我身边，不害怕。是只能走到这里，和你的故事已经无法再继续，所有的遗憾，所有眼泪都留在风里，爱过你的事，记住你的救命恩人宇文渊，我会回来讨的。是看着你离去，此生我非他不娶，以后不许再有其他的男人。不敢想我们的以后是怎样的关系。你对我就这么点耐心吗？我只是想你好好的，我不想我的心变成你的催眠符。失去了你，还是会想你，放不下你，你总是出现在我每个梦里。从此生我一个人留在原地，不敢它让我只能放弃了回忆。爱过的人要我怎么忘记，已经回不去。燕儿，你终于肯来见朕了。你来了，燕儿，你想通了。事到如今，陛下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？燕儿，他已经死了，这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是，终于要结束。燕儿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好好照顾你，
我会把这天下最好的东西全都给你，会带你看万里河山，去看这天下太平。从今以后，我哪儿都不去，就待在陛下身边。燕儿，你此话当真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。从今以后，言儿能依靠的，就只有陛下您了。燕儿，朕答应你，这大玉皇宫只有一人做皇后，朕此生只爱你一人。燕儿，这是陛下与我大婚之时，我们都还没有喝过合卺酒。宇文应人，喝下这杯酒，以后我们都重新开始。好。燕儿，你这是终于接纳朕了。好，朕答应你，我们重新开始。倘若你真的爱他，你就应该杀了朕。你知道，你送来的东西，朕从不厌妒。燕儿，姐姐当时也很痛吧？坠入黑色无力结局独行，找寻爱过谁的痕迹模糊不清，借助浑浊的泪滴在这哭泣辗转光阴，心存一片万劫无药可医，我就对着眼片语刻骨铭心，握着你如结冰溃败逃离，任由痛湮灭爱的专属领地，风一点一点撕碎着用力爱过的证明，原来白是结是地
算公平。也许我深入想念的腹地，时间漫天飘零，跌入回忆缝隙，颠倒日月四季，只为能找到你。万物被重新命名，相遇也被重新定义，在昼夜之间拥抱你。黎明冉冉升起，在无尽天光里，我紧紧牵着你，像久远的曾经，迎着风越过潮汐，缠绵在无尽的海底，总是迷途看不清。时间漫天飘零，跌入回忆缝隙，看到日月四季，只为能找到你。倘若时光可以倒流，相遇也被重新定我义，在昼夜之间拥抱你。恋往复，求你是你呀！这风越过潮汐，缠绵在无尽的海底，总是迷途看不清，都定结局。我这一生从不畏惧生死，只是怕我走了以后，再没有人像我这般护你。所有的遗憾，所有眼泪都留在风里，爱过你的事只能当作秘密。想让我嫁一个素未谋面的，没门儿！就算他是南川王又怎么样？不想死就别说话。那边走。你到底是谁？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。你醒醒！喂！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你要是敢跑，我就杀了你。真是好骗，说什么都信。别哭了，你叫什么？素颜。你饿了吗？那我去找吃的。
没受伤吗？本王离了你，难道还活不了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进京之路，埋伏暗杀不断，肯定会有人阻止你的。越是危险，越是有趣。这京城，本王非去不可。啊，有没有吃的？有没有吃的？我这一天呐，我是真服咱们老大呀！你说这荒郊野岭的，非要找什么压寨夫人，这连个母耗子都看不见。兄弟，这不是现成的吗？走，美人儿。神呢？客官慢用。来，坐下。客官，慢用啊！我跟你讲啊，把他押回家里之后，赶紧关起来，就关到柴房啊。老实点儿。那个大哥，我想吃烤红薯。啊？这荒郊野外的，我去哪儿给你捡烤红薯去啊？喝完没有？喝完赶紧给我回家去！磨磨唧唧的。哥，他可是寨主看上的人，这以后这是要压咱俩一头的，咱们对他客气点。我知道。夫人，哎你喝慢慢喝。好，想吃烤红薯，我回寨里亲自给你烤，好不好？对，好不好？我不想吃了。不想吃，那我们就回寨里啊！来，走，回寨里。别走，好了，快走，不。你不仅见死不救，还跟来这里，你有什么坏心思？这么好玩有趣的地方，我凭什么不能来？你可不可以带小的回寨子里啊？我这次出来就是为了找一个大靠山，各位大哥一看就是气宇不凡，玉树临风，武功盖世。正好寨里缺壮丁了，一起走吧。对，带走，走，好嘞，带走，走点，这边。谁让你把夫人关进柴房的啊？没用的东西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受委屈了，都怪我那些手下没脑子，让你受苦了。受累了，夫人啊！我如果死了，他也不会独活的。你是什么东西啊？竟敢碰我夫人！我如果死了，我就拉你做垫背。寨主，你看到了，是夫人投怀送抱在先的。来人！寨主，这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不要因为我耽误了正事。好兄弟，有道理。走吧，走吧。救我！快走吧！我要是有事，你也别想逃。快点！
你果然跟夫人有一腿。他说的。他打你了？说，你到底跟夫人什么关系啊？说。有意思，你居然会打人？对了，他都说什么了？还是你说什么了？他居然对你动了手，他都没打过我。你这个疯子！你个疯子！来人！快带我走！很好，人都到齐了。我来迟了，王爷。王爷他没事吧？王爷他一切安好，命我们速速回去复命。记住你的救命恩人，雨渊，我会回来讨的。原来他是南川王的属下。听说那老头又给我看了一门亲事，帮我推掉。他的眼光可是万里挑一啊！您这么想想，我喜欢的女人，我自己娶。婉儿，你平日胸怀谋略，怎么在言儿这件事情上如此糊涂呢？婚姻大事事关言儿一辈子的幸福，让她远嫁南京，同自己素昧平生的男人绑一辈子，那是害了她。这门亲事乃陛下亲定，岂容你一女子智慧？父亲，我……婉儿，岳父大人，婉儿与言儿姐妹情深，您就莫要再责怪了。婉儿，你告诉我，你把言儿藏哪儿了？我素来以为殿下是无情的，可一提起言儿，压在殿下心思之下的那份自卑和懦弱，倒真是可笑至极。你当真还是这么爱说笑？言儿，姐姐不想跟你争。若是你中途改道离开，
绝不会有人阻拦。相爷，蓝城山附近有人见过二小姐，找到就带回来。哦，是。属下有一事不解，咱们相府不是已经有太子势力相助，为何还要拉拢一个藩王呢？你懂什么？南川王虽鲜少回京，但年纪轻轻，屡立战功。这次皇上病危，还特意800里传召密旨求见。以后的江山谁做主啊？还未可知。相爷高明。应人，白日是我说话有失分寸。为何你的心里始终只有言儿一人？听说有言儿消息了，是吗？帝王做不成帝王的心狠手辣，为人夫有父亲所爱之人，也不怕最后一身空落。应人，为何我始终不能走进你心里？言儿，你终于……姐夫好，姐姐呢？言儿，姐姐。姐姐，你回来了。我想姐姐了，就回来了。我想给你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。可是你为什么又要回来？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苏嘉尔小姐，果然是你。皇兄，这便是我在信中所说的女子。此生我非她不娶。您在胡说什么呀？姐姐，不是。姐姐，阿远，你前些日子才让父皇帮你退婚，如今你又要娶她，苏相是何等身份？岂容你如此这般儿戏？皇兄，我这不是不知道这就是老头安排的亲事吗？不过
现在知道也不晚。我要娶的人，不管他什么身份，我都娶定了。老头那儿，我自有办法。妍儿，此前你逃婚，因对方是南川王，现如今你又与他这般亲近，究竟是何心意啊？姐姐，我当初逃婚是为了不要嫁给不认识的人，后来途中遇到了他，我真不知道这个人的身份，更不知他就是南川王。那你可喜欢他？记住你的救命恩人雨渊，我会回来讨的。不讨厌，但我更喜欢姐姐。你呀，就知道耍嘴皮子。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好，再也不分开。听殿下的意思是，愿意接受鲁国公的援手。说吧，他有什么条件？其实也没什么。鲁国公有一爱女，名如玉，仰慕殿下已久。若是殿下肯成人之美，娶国公爱女为妻，这个合作自然水到渠成。鲁国公怕不是糊涂了。本宫早已娶妻。听闻殿下的发妻苏婉抱恙多年，若是久病不治，病势加重，应该也很正常吧？殿下聪慧过人，应该能明白在下的意思。苏婉乃是我结发夫妻，她一心为我同舟共济，同甘共苦，从未行差踏错。我是绝对不可能加害于她。殿下一时的责任和一世的权柄孰轻孰重，殿下应该能权衡。若是殿下执意如此，鲁国公爱女心切，只怕不会善罢甘休。殿下该知道，成大事者切忌妇人之仁。若是殿下连江山都守不住，又何谈守住发妻？何谈守住尚还年幼的小殿下？恭候殿下的好消息。鲁国公心思难测，便是分毫的逾越都不可以。你以为你上交不分兵权，你这太子之位就可以安枕无忧了？那可真是笑话！兵权无福，天下人谁不知道？他要的是那皇位。你说，南川王已经回来，如果让他知道殿下要把江山拱手让人来化干戈为玉帛，他会怎么想？你什么意思？殿下，如果相信我，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我吧。
你的身体重要，先养病。婉儿怕苦，记得给她喂药之时，让她吃最爱的桂花糖。太子妃喝药了。太苦了。就知道太子妃要耍赖，殿下说让送了桂花糖来。给我那纸。是。嬷嬷，等时机成熟后，把这封信交给苏爷。务必亲自交给他。太子妃何必呢？殿下他……你是苏相嫡女，你当真愿意嫁与我，一个无权无势的皇子？近些年，陛下身体每况愈下，朝堂之上早已经分好派别。我若是不嫁，怕是也不行。与其以后由着他人逼迫，不如找个喜欢的人嫁了。你喜欢我？付出去的感情，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收回来的。我都跟了他大半辈子，嫁给他，我不会。太子妃，嬷嬷。